我是一个英国妈妈，我要去中国生孩子，那孩子就是中国人。发帖的是一位英国大姐，住在诺福克，自称是昂萨民族守护者。哎呦嘿，这名头啊，我一听还以为是《权力游戏》里哪个家族又冒出来了。昂萨民族守护者，听着挺唬人啊。结果这位守护者大姐，她守护民族的方式有点特别。话说就在11月11号，咱们这边是双11，正在买，大洋彼岸的英国呢，那网络上也炸锅了。为啥呢？就因为这条帖子。好家伙，这话一出呢，评论区当场就开洗了。哎，你想啊，这个帖子下面那叫一个群魔乱舞，立马呢就有一个乡下老白男跳出来了。我估摸着啊，就是那种刻板印象里天天在自家农场喝啤酒看电视的，他张嘴就骂，那叫一个难听，直接飙脏话，说中国烂透了，翻来覆去就这句，没点新意。这家伙啊，我都能想象到他那无能狂的样，估计是啤酒都能从他鼻子里喷出来。但是啊，这有骂的就有科普的。这评论区里还有一种人，咱们称之为精英男，就是那种西装革履、张嘴闭嘴、熟读律法的。他一看这个大姐这么激动啊，赶紧出来普法了。女士啊，我必须纠正你一下，根据中国的国籍法，他们不搞出生地原则。您这套在美国行，但是在中国啊，你想让孩子是中国人，这父母里面啊，至少得有一个是中国公民。这精英男这一科普啊，这位昂萨守护者大姐，她更迷糊了呀，她不理解呀，她觉得太不公平了呀，她反问：凭什么呀？这不就是种族歧视吗？哎呦喂，给我笑的不行啊！哎，你看，这就是思维定式啊。为啥她这么想呢？因为她活在美国的逻辑里。在美国呢，那叫出生地原则，甭管你是谁，什么墨西哥来的呀，非洲来的，亚洲来的，只要你有本事，能在飞机上把这个孩子生在洛杉矶的上空，那这个孩子落地就是美国人，就有绿卡。这不就是10来年前咱们特别火的那个赴美生子吗？哎，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新闻啊，好多孕妇啊，这个肚子都8个月了，还得拿布给一圈圈的捆上，使劲勒住呀，隐瞒月份，就为了能上飞机，混过美国海关，到了美国生。所以啊，这位英国大姐的认知了，这才是普世价值，这才是大国胸怀啊！哎，你中国不这么干，你就是种族歧视。这逻辑给咱们绕的啊！评论区里其他网友都看不下去了，有人还开玩笑调侃他说：“大姐，你放心，你是白人，你到哪儿都不会遇到种族歧视的。”这讽刺真是拉满了。也有人跟着起哄：“对呀，中国就是个充满歧视的地方。”最后呢，终于有个明白人受不了了，出来吼了一嗓子：“你们这帮人啊，驴唇不对马嘴，这不是种族歧视，这是人家的法律。美国的法律不适用于全世界，人家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习惯，懂吗？”这盆冷水啊，算是给这位守护者大姐浇了个透心凉。那问题就来了，哎，这大姐折腾这么半天，她图啥呢？她为啥放着好好的大英帝国不待，非要跑到中国来生孩子呢？咱们先帮她算一笔经济账啊！哎，你以为在这个英国生孩子很享受吗？这位大姐的帖子里估计是没少吐槽。你要是在英国想走公立啊，行，免费，但是呢，排队。预约个产检排队，预约个 B 超排队，等你真的要生了，不好意思，病房满了，您排队。哎，有人就说啊，在这个英国生孩子，从怀孕到生啊，排队能排半年。那你说我不差钱，我走私立行啊？在英国走私立顺产，随随便便2万英镑起，2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小20万了呀。可是关键是你花了20万生完了，人家就把你扔到那儿，产后康复那是什么呀？你自己谷歌去吧。这个服务态度能把守护者大姐给气死。那中国呢？咱不说公立啊，这公立咱们自己人也不好排，咱就说私立。那帮西方精英人家门清啊，他们来中国去各种高端私立妇产医院，能约到全国最顶尖的医生，1对1服务，全程陪护，无痛分娩，要啥有啥。这生完了，月子中心一条龙，产后修复啦、瑜伽啊、心理辅导，全都给你安排上。那这么一套帝王级享受，多少钱呢？8000块人民币。你没听错哦。当然呢，这个网上的数据可能是有点夸张，这8000块估计是某个特定的套餐。但咱往高了说就算3万、5万、8万人民币那跟英国呢花了20万还没人管的比呢，哪个划算啊？那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啊。这光便宜没用啊，服务得跟上。这帮老外精着呢我给你们找了个真实案例，就在今年2月份泉州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2医院，一个白俄罗斯的宝妈叫丽塔，
哎，你想想啊，一个外国人中文估计也说不利索，在异国他乡生孩子多慌啊！结果医院咋做的？这个医院的助产士为了照顾他的文化习惯，特意用翻译软件现学白俄罗斯语啊，把什么加油、用力、深呼吸啊全给背下来了。这帮医护人员啊，还特意上网去查了一下白俄罗斯当地的生育禁忌，看看人家有没有什么坐月子的讲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这叫啥呢？这叫海底捞级别的服务啊！这丽塔顺利生下了混血宝宝，出院后你以为就完了？没完，医护人员还上门指导哺乳，跑到她家里去啊，手把手教她怎么喂孩子。这个待遇啊，把丽塔的丈夫杨先生都给感动坏了呀！这杨先生对着镜头直说啊，这服务啊比在欧洲还好啊！这个不是我编的，这是新闻。哎，你们再想想啊，哎，我看到有研究这事的文章，提到了一个在美国生活了16年，最后在中国生了3个孩子的美国妈妈。叫露丝格林，他就说啊，东西方理念不一样，在西方呢，医生把所有信息都给你，你自己做决定，听着很自由是吧？但是对于一个孕妇来说啊，那叫压力山大呀。在中国呢，他说啊，他感受到的是一种对医生智慧的深度信任，这医生啊会帮你做最优选，而且呢，咱们有月嫂，这月嫂这个词啊，现在在西方精英圈里啊都快成神了。在西方呢，他们顶多有个导乐，就是教你怎么做。我们的月嫂是啥呀？就是来替你做呀，你甭管啊，你歇着，孩子我来喂，饭我来做，产后恢复我来弄，你就负责躺着睡，别的我包了。我的天哪，这对于一个刚生完孩子身心俱疲的妈妈来说，这是神仙好吗？ Do you know how crazy giving birth is in China? The treatment is like a president's. Right after birth, moms get 6 months paid maternity leave, paid by the state or company. No worries about money. Even cooler, China has special care centers for new moms, called UAZ centers. These aren't normal hospitals, more like hotel-style recovery centers. Step inside, nurses watch 24/7, doctors check progress regularly, nutritionists make meals. 5 nutritious meals a day, delivered right to the bed. They don't just help moms heal, they boost milk production too. The baby is cared for by USAO helpers. Baths, massages, diaper changes, all done scientifically. Mom's only job? Rest and recover. In Chinese tradition, sitting the month is key to a woman's lifelong recovery. If not done right, health issues can last forever. So the whole family takes it seriously. This system is not just science, it's also full of care. Would you want to try giving birth like this? 所以啊，你现在明白啊，为啥这帮西方精英中产挤破头来想来中国生孩子了吧？这是服务啊。但是如果这只是服务好，那顶多算是生育旅游。这帮精英啊，可比咱们想得远，他们是在投资未来。第一，机遇，他们看中了中国这片土地的发展空间。什么叫发展空间啊？首先是语言，现在全世界都在学中文，那你孩子如果生在中国，母语就是中文啊，这在未来是多大的金刚钻，这起跑线直接画在了珠穆朗玛峰上了。其次是环境，他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什么 5G 啦、AI 啦、电动车啊、高铁啊。当美国还在为修一条可能要通车的铁路吵架的时候啊，咱们的高铁已经嗖嗖的跑遍全国了。当这个欧洲啊还在为环保扯皮的时候，我们的电动车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啊已经领先世界了。孩子在这种前沿科技和创新商业模式的环境里长大，他的眼界和在那个社会阶层固化、经济增长乏力的老欧洲长大的孩子能一样吗？这第二呢，也是最关键的安全。这儿啊，就必须提到那个最有名的精英家庭——马斯克一家。对，就是埃隆·马斯克，他那个70多岁的妈妈啊，梅耶·马斯克，现在简直把中国当第二故乡了。哎，我查了一下新闻，他老人家几乎每个月都来中国。他来干嘛呢？他来逛夜市、走秀、接代言。他给中国的时尚品牌走 T 台，给中国的手机当大使。他不止一次在推特上猛夸中国。他说：“哦，天哪，中国的基建太顶尖了，那些路啊，那些隧道，那些高楼啊，我每次来都被震撼。” Post on social media all the time because I'm bragging. I'm just so happy and I have such beautiful photos from the different cities in China. And I just say to them, you know, you really should come and visit because it is, everyone is pleasant, everyone is charming and they are hardworking and they're polite and you just see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in China in the different cities. 各位，这可不是一般人说的啊，这是一个亿万富翁的妈妈说的呀。她为什么觉得安全啊？我看了很多老外在中国的分享，他们总结的特别好。一，没有枪，
这对于美国人来说啊，简直是天堂啊！你不用担心去哪个超市买个菜，突然爆发枪战。第二呢，治安好，你半夜2点钟敢在纽约、在巴黎、在伦敦的街头一个人溜达吗？你不敢啊。但是在中国，你敢，你顶多是怕路边的烧烤摊太香，你又胖了3斤。China is by far the most safest country I've ever felt in the world. I've been to nearly 3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ve never felt safer here. On top of that, everyone is super friendly, and the cleanliness is above anywhere else I've ever been to or ever seen. 第三呢，社会风气。有个老外在网上说啊，中国人的普遍良好行为令人震惊啊！哎，你不会看到有人在公园的长椅上乱涂乱画，也不会看到有人在街上公然酗酒闹事。I think the title was Why I Will Raise My Children in China. And you talked about some of the social issues in China compared to the West. Just tell the audience a bit about what you talked about in that video. So that video, I think drugs was something that I raised, like in the streets and safety. Obviously, everyone knows by now how safe China is, and Asia in general. I mean, you can't walk down London as a female. A female can't walk down the streets of London or many big cities after the time of like 8, 9 o'clock or when it gets dark. Here in China, you know, there's loads of videos of people feeling safe at 2, 3,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You know, most cities are vibrant. They only really get started around that time. You know, you go out for street food and... Yeah, Shanghai, where we are now, it's a city of maybe 30 million people. And it's not uncommon to see a young girl walking at 11 p.m., 12, p.m., holding the latest... expensive $1,000 phone. They'll be buried into their phone, and without they don't need to have the slightest worry about somebody attacking her for it. Exactly. Now, I have a friend back in the UK. He's like 38, 40 years old. He was walking home from a nightclub, not in a big city, just in a rural place, but not in a big city. Got attacked by 3 guys, stole his phone, beat him up. Many cases. I've been coming to China for 20 years, and I've never, ever had any bother at all, like never. And like, I go back to the UK. I'm nervous if I'm in a big city. I'm generally thinking, it's getting a bit dark. I need to be getting in because I'm nervous about the situation. 一个安全、多金、方便、高科技、服务好，还有无限机遇的地方，这样的国度谁不向往呢？那说到这儿啊，就有人回答了，穷人不向往。咱们绕回开头啊，那个在评论区里破口大骂的乡下老白男，他为什么不向往呢？他为什么那么愤怒呢？这一刻我甚至有点共情他了，因为我也同样不理解啊，他为什么会认为中国烂？但是你仔细一想，这太好理解了，因为这帮西方的底层人，他们这辈子呀都被困在 BBC 们编织的谎言里了。哎，你得知道，西方媒体为了贬低我们呀，为了在意识形态上洗脑他们的国民，他们是怎么报道中国的？他们的镜头里啊，这个中国啊永远是落后、脏乱、充满问题。他们的政府旅行警告里啊写的是医疗标准不如西方，小心诈骗，高度监视。他们可以营造一种1984式的恐怖氛围啊，他们故意忽略中国这几十年的巨大成就，他们只选那些旧社会的片面的负面的内容进行放大再放大，他们给底层民众喂的全是这种垃圾食品。精英们像梅耶马斯克，他们有钱有条件啊，他们可以亲自来中国看看，他们一看啊，哇，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啊，这地方太棒了，所以呢，谎言对他们无效。可是那些底层的西方人呢，他们连一张来中国的机票都买不起哦，他们这辈子都离不开他们那个破农场，他只能长期接受这种洗脑式的信息，那慢慢的他就真的信了啊，他真的认为中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现在啊，突然有本国人说我向往中国，我要去中国生孩子，这一下他的认知被打破了，他产生了巨大的认知失调。哎，你们知道吗？对于他来说，与其相信外面的世界更美好，然后让自己陷入原来我过得这么差的绝望，他还不如坚信中国就是个烂地方，这样他心里还能好受一点。这是一种心理防御。可是当他看到那些他本来就嫉妒的精英阶层居然还抛弃了他，跑去中国享受生活，抓住机遇，他内心那种被抛弃和被超越的焦虑感一下就爆了。他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无知于外面的真相。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网上敲敲键盘，宣泄他的愤怒，用最大的骂声来掩盖他那可怜的无知和无力，这就是无能狂怒。所以啊，朋友们，这事看透了，特别简单。网上那些对着中国骂街的西方底层啊，不过是一群可怜虫啊！他们困在谎言里啊，连亲眼来看一眼的勇气和钞票都没有，他们只能把这个媒体喂给他们的偏见当成真理来发泄。那与此同时呢，那些真正精明的西方精英啊，早就把算盘打得啪啪响了。为了什么呢？为了孩子能在一个没有枪支的环境里安全上学，为了孩子能学会中文，抓住下一个时代的红利，为了自己能享受物美价廉、服务逆天的医疗和生活，他们纷纷带着家人扎根在这里。这叫什么呀？这叫良禽择木而栖，好鸟知道挑个好树枝落脚。这帮精英啊，比谁都懂哪棵树才是未来。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啦。那这个事儿各位怎么看呢？你是觉得这位英国大姐异想天开，还是觉得这帮精英跑得快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